欢迎收看第999期《北京不静音》，三个九啊。九这个发音呢，在中文中和拯救的救是很像的，所以呢，999有的时候在中文语境里也表示救救救。那我们今天就从救这个字入手来聊一聊于朦胧这个事儿也算继续为它发声。于朦胧到底有没有可能在生前在他去世之前有没有可能被拯救？网络上呢就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不可能救啊，说背后的大 boss 是习近平是蔡奇，是很多年前就预谋好的，所以无论如何谁也救不了他。这是网络上的一种声音。我之所以不太喜欢这种声音呢，是因为一比较偏阴谋论，二呢是感觉在给自己进行一个推卸责任就是说你看背后的势力太强大了不是说我们那些做邻居的很冷漠他们娱乐圈内知道他处境的人非常冷血，不救他是没办法，因为背后的大 boss 太厉害了，所以谁也不敢救我觉得这种声音就是给人一种这种感觉。那另一种声音呢，就是说可以救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救他。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从三个层面来讲他这个救第一个层面就是别人能不能救他，第二个层面就是他自己有没有尝试过自救，那第三个层面我们会聊到他的母亲好，一点一点来首先别人能不能救他？有人说呢，他们娱乐圈内说有别的艺人老板比如杨幂，说试图曾经救他，把他从天娱那家公司给牵出来，牵到自己的公司。未经证实但是这两天呢，也有人在骂杨幂，就说呢，你实际上也没做什么最终你不是没救吗？你知道这么多的内幕，你也就选择了袖手旁观。还有人说呢，在事发现场曾经有人试图救他，就是在阳光上东小区因为这两天传出了一段视频，我一会儿会放给大家看我先给听不懂中文的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这视频里发生了什么，就是一个黑片画面非常的黑，你就可以听到一些现场音有女生叫哥哥快逃逃逃你赶紧起来逃不止一个女生还有一个女生也在让他逃。后来呢，又有一个男生出现说别动谁都不许动。然后这个女生又说你再这样我叫人了然后另一个女生，第二个女生呢，好像被这个追出来的人可能是被制服了。那么这个女生又在喊救我，快救救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人听出说有于朦胧的声音，我是听不出来我不知道，大家自己去听。说他有喊他的那只宠物狗的名字福利大概就是这些信息。那么这样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视频，然后我们接着聊。但是我必须提醒一下我不知道这个视频的真假，而且很有可能是假的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因为今天其实想聊的是救这个字OK 就是这么一个视频。那我觉得拍视频的人在做什么呢？而且这是一个小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家都亮着灯，这么大的喊声，这么大的动静，没有人出来管，没有人来帮忙。当然我也不是在这里装外宾中国什么情况我很清楚经常是不去管别人的事情的。甚至
这个故事版本，还有人说现场还有人开枪啊，那一天晚上除了于朦胧，还有另外4个人都因为想要救他而丧命啊，这么一个版本。呃，这个版本其实很多人是喜欢听的啊，因为觉得还是有人愿意帮他的，心里感到一些温暖，是吧？虽然他们也牺牲掉了，就觉得他没有那么孤单，还是有人想救他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故事版本呢，就说明他其实是有可能被救的，对吧？因为救他这些人也都是一些普通人啊，他们也很勇敢。那如果当时这个小区的人都冲下来去救他，那是不是就救下来了呢？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他人去救的这个角度。那么他自己有没有尝试过自救呢？那这可能就又要给大家带来另一个版本的关于这个的故事啊。这个版本很多人不喜欢听啊，是说呢，他为什么会坠楼，就是他在尝试自救。他可能受到胁迫啊，或者假装自己喝醉了啊，躲进了那间房间啊，601公寓的，说他自己反锁门，在他坠楼的那个房间里。可能外面的人在威胁他，可能外面的人在吓唬他，说要对他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啊，或者逼他出去，可能要对他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是不是尝试从窗户逃走？这是一个自救的行为，有没有这种可能啊？然后坠楼了。也有人在传这样的故事版本啊，我也是分享给你们听。我其实不在意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版本，对吧？这个版本就把凶手们的责任弱化了，是不是？当然，虽然也是他们逼迫他走到这一步的。我想聊的是啊，于朦胧到底在哪一个点上曾经尝试过自救？因为他尝试自救这个事情，大家还是有共识的，对吧？他不是说到临死了，他都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对吧？他总有一个点，他是知道了，我应该逃了，我应该自救了，究竟是哪个点？这个也是我很关心的，因为我想知道他究竟他的这个认知的变化是在哪个点上意识到他身边的这些朋友都不可靠，这个圈子水太深，太肮脏，我不能进这个圈子，我得离开，甚至我得离开中国。他有没有过这个想法，我都很关心啊，但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了。我觉得，呃，他也好啊，包括之前那个故事版本，就说有人想要去救他，同时也被灭口了，就是刚才视频里大家听到的那女生。我觉得他们是不是都有一些轻敌，是不是都有一些天真，对这些凶手们啊，并没有把他们想的这么坏，想到他们可以这么穷凶极恶。那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天使，对吧？都说他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心灵，非常的纯真，都哪怕对这些后来伤害他的人啊，可能他也一直都怀有善意。这么好的一个心灵是谁教育出来的呢？那当然他的父母起到很大的作用，对吧？但这也是我今天想说的第三个层面，就是呃，他父母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不是说针对他父母啊，我是说整个中国的所有当家长的，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自己啊，中国的家长们对于中共、对于中国的黑暗意识不到，或者认识的不够深，所以他不会把自己的这种经验、教训去告诉自己的孩子。啊，他们中国的家长最喜欢教育孩子，都是说你要非常的友善啊，你要非常的积极向上啊，你要相信党、相信国家、相信警察、相信这个社会，大概都是这么教育出来的。他不会说啊，告诉自己的孩子说啊，你在外面哪一些人你千万不要去沾，
做朋友都不要做啊，你不要去相信党，不要相信这国家，没有一个家长会这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在中国。但是这些孩子，你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个社会的黑暗，他们出门就是两眼一抹黑，他们遇到事情就总不会想到那个最坏的结果。我相信他就是这样的，我相信那些试图救他的人也是这样的。那直到最后啊，不可逆转的时候，真正的垂死挣扎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懂也晚了。呃，我今天想做这期节目是想跟很多的支持他的人，很多年轻人说，他你是救不了了，对吧？已经去世了。有的人说，那我们能不能救下一个于朦胧？啊，现在有人传有一个叫郭俊辰的，是吧？有一个年轻的男演员啊，传说什么他也失踪了，他马上就是下一个遇害者。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确凿的证据啊，所以我一直也没有讲这个事儿。问题就是啊，假使这个郭俊辰这个事儿是真的啊，你救得了他吗？你知道他在哪里吗？就算你能救他，这个娱乐圈有这么多的人，你全都能救吗？中国其实有很多人比他、比郭俊辰或者比这个娱乐圈的很多人还要惨啊，你都能救吗？你救不了，对吧？你有这个心，但是你能力不够，我们能力都不够。于朦胧你救不了，那现在有人说要救林北川，能救吗？你救不了林北川。我前几天那期节目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林北川会很危险，对吧？这几天都印证了，他确实很危险。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但是肯定很危险。但这个危险，说难听一点啊，是他自找的，就是他已经决定好了，他要负担起这个危险，这是他想要的，所以他是主动的以身涉险，去追求他心中的这个公道去了。所以我们除了祝福他，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对吧？替他说一说这些话，但是我们不了解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了，你也救不了林北川。所以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啊，你们能救谁？你们只能，甚至连自己可能都救不了。有的人就困在中国，他也出不来。他不管是在哪个行业啊，他都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家庭也是一个普通家庭，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救不了。那我觉得有一个人你是可以救的，或者很多人，就是你的后代，你的子子孙孙，你可以救他们。你不把他们生出来，你就是在救他们。因为中国那片土地，如果你学到过一些真实的历史，你就知道，从49年开始，杀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冤魂，这么多的冤假错案，反思过吗？没有。然后又是大跃进，又是那3年啊，饿死了几千万人，然后又是10年的文化大革命啊，一直到8964，一直到疫情，就没停过。如果你了解这些历史啊，你还会选择，就是如果你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带着你生出来的孩子离开那片土地的话，你还会把孩子生出来吗？如果他的母亲非常清楚中国的这些历史，中共的这些邪恶，他就生活在新疆啊，他的父母。如果你知道中共在新疆是怎么对那些少数民族进行迫害的，你还会把孩子生出来吗？你也不是红色家庭，你也没有钱，你也离不开。我说这个话不是说责备他的母亲啊，我是说，很多中国的做家长的他不清楚这些，但是通过于朦胧这个事情，啊，你听我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是知道的，你们有选择权，你要不要生孩子出来？
带他到这个邪恶的世界，尤其是那片邪恶的土地上，让他去这么长大，然后存在各种的风险，你也无法保护他。当他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做父母的根本就救不了他，就这样死了，当父母的连话都不敢说。所以你可以救他，不要把他生出来，你就救了他了。我不是说要把它写进我的小说嘛，《徐州之旅》啊，我这两天也在构思，因为呢，他的这个事情在我那个小说里吧，也会影响到其中的一个主人公啊，一个女性啊，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女孩儿，那么她会长大，对吧？就是若干，因为我写的是一个科幻小说啊，若干年后的故事。那么若干年后，这个女孩儿长大，她经历过于梦龙这个事情之后，她会想要孩子吗？这是一个深刻的影响啊。即便她意外有了孩子，她跟她孩子的关系相处起来也会有问题啊。这是我思考的角度。嗯，所以我也很好奇啊，有一点好奇，就是现在在支持他的人啊，无论男女啊，然后但是岁数比较小的，可能比我小的啊，20-30岁的，你们这些年轻人，我挺好奇，就是在这个事情中，你们受到的心理创伤有多大？我之前也做过一些节目，尽量的想去安慰你们，对吧？给你们做一些心理建设。呃，但我还是挺想知道的，就是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他这个事情一直没有真相，也没有正义，你还敢不敢生孩子出来？好吧，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丢给你们啊，如果你愿意回答，可以给我留言。感谢收看、订阅、分享。